怎么会着火呢？我不想死啊！警长，快想办法啊！请大家安静，不要慌乱，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的。尊敬的乘客，我是本次风云818飞机驾驶员，我们已在第一时间启动飞机迫降工作，一定会平安备降，请相信我们。风云818下降3000保持，备降跑道9L。我国飞行员温琳女士在本次最新航空演练中取得第2名的好成绩，再次为国争光。2年前，她因冷静解决风云818飞机失火事故，被誉为征服天空的航空之王。琳琳阿姨好棒，又会开飞机，又是拯救生命的大英雄。不像某些人，每天只会在家擦地板，靠着爸爸养活，什么忙都帮不上。晨晨乖，不可以乱扔垃圾。我就扔！你一个保姆本来就该干这些活，我要是不扔垃圾，你不就没活干了？哥哥，妈妈不是保姆。丑八怪，我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她是家庭主妇，就是保姆。星星不哭，妈妈没事儿，哥哥不是故意这样说的。哥哥身体不好，我们让着点哥哥好不好？晨晨，今天是你和星星的生日，你想吃什么口味的生日蛋糕？妈妈给你做。我才不要你做的，又丑又难吃。琳琳阿姨会给我买冰淇淋蛋糕，一会儿她就跟爸爸一起回来陪我过生日了。琳琳阿姨，晨晨，我是不是说过我和你爸爸是好兄弟？你应该叫我林哥，不能叫阿姨。像阿姨这种娘们系的称呼不行。晨晨知道啦，林哥，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开大飞机拿了第2名，好厉害！开飞机这么简单的事，等你长大了，我教你。太好了，林哥长得好看，还会开飞机，晨晨最喜欢林哥了。爸爸是不是也最喜欢林哥？是。妈妈，星星饿了。你们是不是也饿了？我已经做好饭了，快过来吃吧。妈妈，你肚子是不是又疼了？云舒姐，我想喝杯冰酒，你能帮我泡一桶吗？不好意思，我身体不舒服，想休息一会儿，你自己泡一下吧。林哥的手可是要用来开飞机的，怎么能干这种事情？你是保姆，你去干！一个剖腹产伤口而已，每次下雨就喊疼，哪个女人生孩子不挨一刀？就你矫情！快点去，别让我说第2遍。咦，又流血了，真恶心！林哥，爸爸，我们还是去客厅吧，这里好恶心。方云舒，你弄脏的地板，你就把地板擦干净。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换妈妈，我不想要现在的妈妈，我想要林哥做我的妈妈。晨晨，不许乱说，我和你爸爸可是好兄弟。可这是我的生日愿望，过生日不就是要许愿吗？阿深，晨晨童言无忌，你别生气，我也不会放在心上的。既然许了愿，那就快点吹蜡烛，吹了蜡烛，愿望才能实现。丑八怪，谁让你偷吃我的蛋糕了？星星不哭，妈妈在呢。晨晨，为什么要推妹妹？妹妹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很危险的。下次不可以了，知道吗？快给妹妹道歉。是这个丑八怪先偷吃我的蛋糕的，凭什么要我道歉？这是林哥给我一个人买的蛋糕，我才不要给他吃。那你也不能动手。星星是你的亲妹妹，今天也是她的生日。云舒姐，你这话就不对了。星星没经过晨晨的同意就偷吃她的蛋糕，本来就有错，不能因为晨晨是哥哥就要让着他。
阿深，你说呢？确实是星星有错在先，要道歉也应该是星星先道歉。晨晨也不是故意的，兄妹之间的小打小闹一会儿就过去了。你当大人的少操心这些事。林哥是征服天空的航空女王，我要把她的奖杯放在最高、最显眼的位置。我的妈妈叫吻琳，她是会开飞机的航空女王，也是拯救生命的大英雄。她是全天下最漂亮、最厉害的女人。有请我的爸爸妈妈上台。方云舒，你真够失败的。结婚7年，这个家里没有你的存在。丈夫儿子喜欢别的女人，为了这个家，你放弃了事业、自我，甚至健康，却被他们理所当然的忽视。自作自受了7年，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妈妈不哭，星星心疼。靳赤深，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方云舒，你再说一遍。我们离婚。你乱闹什么？就因为2个孩子之间的打闹，你就要跟我离婚？你把婚姻当成什么了？云舒姐，离婚不是小事，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家庭妇，什么本事也没有，现在提离婚，你以后怎么生活呢？我的事情用不着你操心。那你就滚！人家好心关心你，你什么态度？不识好歹！靳子晨，注意你跟我说话的态度，我是你妈妈。方云舒，晨晨只是个孩子，你一个大人跟他计较什么？爸爸不许凶妈妈！你闭嘴！你说你想离婚，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你不爱我，也不爱星星。既然你和晨晨都喜欢温玲，那我成全你，也成全晨晨换妈妈的愿望。胡说八道什么？温玲是我身边最得力的飞行员，我的公司不能没有她，我肯定是要对她多照顾一些。你能不能不要老用龌龊思想想我们？妈妈果然是见识浅薄的家庭主妇，什么醋都吃，真小气。哎，云舒姐，你真的误会了，我和阿深就是铁哥们儿，纯兄弟情。你要真乱想，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兄弟情，我就是被你们的一句兄弟情骗了整整7年。无所谓，我不在乎。离婚协议等我整理好后会给你，你记得签字。方云舒，你闹够了没有？口口声声要离婚，你也不问问自己，当了7年家庭主妇，离了我你还能做什么？带着星星上街乞讨吗？那就不劳你分析。阿深，外面雨下的这么大，真的不去管管吗？不淋点雨，他是不会清醒的。不用管，妈妈那么喜欢爸爸，才不舍得离婚呢。很快她就会回家求爸爸了。妈妈，我好冷。完了，星星发烧了，星星你再坚持一下，妈妈这就送你去医院。星星你醒醒，你看看妈妈。云舒，师兄，你怎么会在这儿？先别说这些了，你和孩子怎么回事？怎么在这儿淋雨？师兄，我女儿发高烧昏迷了，你能送我们去医院吗？求求你了！快，上车！孩子没事了，幸好你们送来的及时，不然就发展成肺炎了。别担心，以后注意点。谢谢医生。这就是你当初跟我说的，你会幸福。7年前，你获得航空领域终生成就奖，被世界誉为航空之王，前途大好，风光无限。你倒好，为了一个破男人直接退役。如果你幸福也就算了，但你看看你自己，获得幸福了吗？婚姻不幸，没了事业，就连2年前的飞机事故真相也被别人占了。方云舒，你后悔了吗？
着火了！飞机着火了！按照现在的燃烧程度，2分钟内再不进行迫降，飞机就真的降不下来了。没时间了，刚刚你是谁？这里是驾驶舱，你不能进来，请你出去。看清楚，这是我的飞行执照。我也是飞行员，我来帮助飞机迫降。飞机失火，这是非常严重的飞行事故。就算你是飞行员，也没有资格随便进行迫降。你不会迫降，又不让我迫降，想让大家一起等死。温林姐，咱们没时间了，再不启动迫降，我们真就死在这儿了。他的飞行执照是真的，不如我们让他试试，现在也没有其他选择了。美队，风云818机舱失火，申请迫降。同意，风云818下降3000保持，跑道9L 已开启，可备降。风云818下降3000保持，备降跑道9L。既然已经退役，不做飞行员了，那就不能让别人发现我的身份，不然会给阿深和晨晨的生活带来困扰的。温机长，请问您可以说说此次飞机失火，您是如何操作成功备降的吗？所有人都知道我才是风云818的主飞行员。既然那个女人已经走了，那就再没有人知道真正操作备降的人是谁。送上门来的荣耀不就是我的了吗？傻子才不要！作为本次主飞，冷静启动迫降，保护乘客安全，这些都是我该做的。后悔了，师兄。我真的后悔了。以前的我眼瞎，爱上了不该爱的人。我一直以为只要日子够久，相处的时间够长，就一定能让他爱上我。整整7年的时间证明，是我太自以为是了，他不会爱我。你现在醒悟也不算晚。我跟他提了离婚，以后我有星星就够了。既然要开启新生活，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云舒，来我这里吧。你曾经是我们国家最引以为傲的天才飞行员，征服天空，为国争光。你的所有成就都不曾被抹去，只要你愿意重新飞行，你一定可以再次飞上万米高空，让所有人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航空之王。云舒，加入我的航空公司吧，这次我护你飞行。差点我自己都忘了，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征服天空。师兄说的对，我不该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放弃我最引以为傲的事业，也不该把属于我的荣誉拱手让人。师兄，谢谢你。爸爸，林哥，你们看，这个飞机好漂亮。林哥，你开过它吗？当然开过，这架飞机可是你爸爸的公司制造的，我是这架飞机的第1个飞行员。林哥好厉害，爸爸是造飞机的，林哥是开飞机的，爸爸和林哥简直是天生一对。要是林哥真的能做，妈妈就好了。晨晨，不许胡说，你妈妈是方云舒。飞机模型，哥哥，这是我的飞行模型，这是我的。你这种丑八怪不配玩飞机模型，只配玩丑娃娃。欣欣，怎么摔破了？妈妈，是哥哥推我。靳子晨，谁允许你抢妹妹飞机的，还把妹妹推伤了？快点给妹妹道歉！他这种丑八怪不配让我道歉。云舒姐，没想到你们也在博物馆，什么道歉不道歉的？小孩子之间的打闹那么计较干什么？不用管，我教育自己的孩子，轮不到你指手画脚，给我闭嘴！靳子晨，我最后说一遍，给妹妹道歉！我不要，我没有错，才不要给丑八怪道歉！方云群，你够了！一个模型而已，就算是星星，但他们是兄妹。晨晨玩一会儿怎么了？他是你儿子，你做母亲的就不能让他？
方云舒，你是破破吗？能不能乱打人？怎么，你也想来一巴掌？金池山，双标真是被你玩得明明白白。星星吃一口晨晨的蛋糕，你说星星有错，现在晨晨抢星星的模型还推伤了他，你也说是星星的错。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竟然会看上你这种双标狗。方云舒，你再说一遍。晨晨，把这破模型还给他们，林哥一会儿带你去买全球限量款，这种破模型配不上你。星星，还给你！靳子辰，你推了晨晨还敢吼他？他可是你亲儿子。金池山，你说晨晨是我的亲儿子，可星星也是你的亲女儿啊！你有好好对待过星星吗？妈妈不哭，星星不疼，星星没事。爸爸，林哥，这个大飞机看起来好厉害。林哥，这是什么飞机啊？我怎么没见过这个飞机？是最新款吗？竟然也没有介绍。妈妈，这是什么飞机啊？星星也想知道。这是2015年研发的雄鹰 N1号战斗机，是我们国家首个在国际上获得奖项的战斗机，代表了我们国家军事航空部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妈妈好厉害！你怎么会知道？云舒，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设计的雄鹰 N1号战斗机获得了航空奖，还是第1名。军事航空部已经决定制造使用了。太好了，师兄，你等着瞧吧，我一定会征服天空的。因为这架飞机是我设计的。方云舒，你一个家庭主妇，什么都不懂就算了，竟还敢胡说八道！妈妈真丢人。方云舒，为了博我关注，你还真是费尽心机，但你这种操作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那就签字。方云舒，你竟敢真的跟我闹离婚！你在我身边做了7年的保姆，什么本事也没有，跟我离了婚，你活得下去吗？云舒姐，你也太不识好歹了。阿深让你在家里做少夫人，自己出去赚钱，你竟然都不珍惜，太伤阿深的心了。妈妈，你差不多就得了，烦死了。妈妈，你和爸爸离婚后，是不是就不要星星了？没错，丑八怪，爸爸妈妈一会儿就会把你扔了，他们只会要我一个小孩。靳子辰，星星是你妹妹，你为什么总要欺负她？妈妈下床，妈妈让我晨晨。你们父子俩还真是一模一样。金池山，签字吧。以后星星归我，靳子辰归你。方云舒，闹离婚的手段1次2次就够了，我一个大男人不跟你计较，也没工夫陪你浪费时间，你差不多就得了。乖乖跟我们道个歉，认个错，回家后你还是晋少夫人。以前因为喜欢靳池山，每次吵架都是我先道歉认错，换来的是他们的变本加厉与理所当然。这么多年，我真的太累了。我不想跟你争了，你不想签字就算了，等律师函吧。阿深，下个月就是全球航空部演练会议了，这可是国际会议，你的公司也在受邀名单上。如果这个时候他要告你，势必会影响公司声誉，会被踢出名单。站住！行，既然你这么想跟我离婚，我成全你。方云舒，我等着看你的笑话。阿深，你别生气，我看过不了多久他就跪下来求你了。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下个月的全球航空部演练会议，我知道你很看重这个会议，如果能拿第1，你的公司也可以在国际上落脚了。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拿到第1的。妈妈一无是处，还不懂事，还是林哥好。我相信你。云舒，这是我的私人公寓，安保很好，以后你就跟星星住这里。师兄，谢谢你。
什么都为我考虑好了。妈妈，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吗？对啊，以后你和妈妈住这里，跟叔叔一起生活，好不好？好，叔叔对妈妈和星星好，星星最喜欢叔叔啦。星星睡着了，睡得很香。那我们聊聊工作上的事情吧。云叔，下个月是全球航空部演练会议，属于航空事业最重要的会议。我公司也在受邀名单上，我希望你可以随我一同参加。你先别急着拒绝，我知道你是不想再见到靳池琛，但既然决定重新生活，重整事业，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外人来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云叔，你离开航空7年，错过了太多机会，这个航空会议对你真的很重要，你不能放弃。只要你拿了第一，就可以再次被世界关注到，你曾经失去的一切都可以重新夺回来，风云818事件也会真相大白。好，我参加。看，大夏国的人来了，每年参加，每年都是垫底，真是丢人。阿诗，你放心，这次有我在，我们肯定能拿第一，也绝对不会再被人瞧不起。天光航空是贺成风的公司，是我。方云舒，靳总，好久不见。你为什么会跟贺成风在一起？是想利用贺成风让我吃醋？你胡说八道什么？没想到靳总脸这么大。我看你是因为跟阿申离婚了，没钱生活，来这应命替子保洁的吧？这里可是全球航空演练会议，像你这种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连保洁都不配。咦，幸好爸爸和他离婚了，不然我就有个保洁妈妈了，我才不要！胡闹！方云舒，你还嫌自己不够丢人吗？这里不是你配来的地方，赶紧滚！当着我的面敢让我公司的特聘飞行员滚，你也配？方云舒，你是飞行员？妈妈竟然也是飞行员，为什么妈妈没说过？贺总，方云修只是个家庭主妇，你为了护短，竟然开始胡说八道，还是说贺总公司的人才已经稀缺到需要的招家庭主妇了？要不我给你介绍几个，肯定比家庭主妇好。我师妹毕业于顶级航空名校，是百年难遇的天才飞行员。别说你介绍的，就连你也比不上她。方云舒，你是贺吹风的师妹，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就算她是飞行员又怎么样？她做了7年的家庭主妇，早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别说开飞机了，这7年里她都没见过飞机吧？温玲说的对，飞行员最重要的就是实操训练。但你在家里做了7年的保姆，只会洗衣做饭，你现在也配说自己是飞行员？保姆就是保姆，不配说自己是飞行员。赶紧带着丑八怪继续滚回家做家庭主妇吧！欢迎各国航空代表团参加本次全球航空演练会议。我们的会议马上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入座。方云舒，你要是识相点就赶紧滚，不然一会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国家丢人，我才不会管你。今天可是全球航空演练会议，来这儿的飞行员代表的都是国家形象，你要是丢人现脸，那就是千古罪人。我的事情不劳你们操心，师兄，我们走吧。本次会议与以往不同，大家请看我身后的飞机。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架飞机是征途906。没错，正是征途906。今年我们的评定规则就是，谁能驾驶这架飞机飞到10000米高空，谁就是第一。啊！别说飞到10000米高空了，很多飞行员压根不会开。这有什么难的？我会，我来开。该死的！
看来漂亮国无缘第1名了。去年第1名被我们樱花国拿下，今年必定也是我们的。从我飞行的第1天起，就没有征服不了的飞机。让我们拭目以待。看来我们樱花国的飞行员也失败了。下一个，谁想尝试？温林，你可以吗？林哥可是航空女王，什么大飞机都会开，肯定可以的。放心，今年的第1名一定是我们的。我来。大夏国，哼，你们国家每年都是倒数第1。别说航空发展怎么样，连正经的飞行员都没几个，也敢尝试征途906？下去吧，别丢人现眼了。夏国人，别痴心妄想了，你们国家这辈子都征服不了天空，只配被踩在脚底。我国的航空事业，轮不到你们指指点点。我国有句古话，士别3日，应当刮目相看。从古至今，我国一直深耕于航空事业，并且每次都是质的前进。征途906也是我国制造研发的飞机。你们说我的国家征服不了天空，可你们连我们国家的飞机都没有征服。方云修竟然能说出这样话，他好像和从前不一样了。怎么可能？温林小姐，您可以下来。阿深，对不起，是我没有。云舒，你想不想试试？当然，我可以驾驶征途906飞上万米高空。是谁？是大夏国的新飞行员吗？以前从来没见过。各位有所不知，他7年前确实是飞行员，但现在他只是一个家庭主妇，7年没摸过飞机。家庭主妇？原来大夏国的航空水平如此低下，竟然派出一个家庭主妇。刚才他说的那番话，我还以为他是航空新星，没想到只是一个破保姆。大夏国真是一如既往的丢人现眼啊！方云舒，你是一个成年人，做事之前能不能想想后果？你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哪来的胆子敢在这么多国家代表团面前说大话的？方云舒，别说你现在做了7年的保姆，从来没碰过飞机，哪怕7年前你做飞行员时，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成绩吧？不然，像你这种爱出风头的人，早就拿着大喇叭昭告天下了。这就是我爱了7年的老公与儿子，在他们眼里，我永远只是会丢人现眼的保姆，比不上温林。云舒，加油，我相信你。妈妈最棒啦！一切都还是熟悉的感觉，等着瞧吧，我一定会征服天空的。方云舒，你代表的不仅是曾经的自己，也是整个大夏国，你一定会成功的。他竟然真启动了飞机！怎么可能？哦，上帝！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竟然真的会开征途906！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大夏国竟有这号人物？看来今年的第1名一定非大夏国莫属。贺叔叔，妈妈开着大飞机飞到天上啦！妈妈特别棒，这才是真正的方云舒。爸爸，妈妈竟然真会开飞机，能开征途906。没想到他的飞行技术这么好。方云霄，你这个贱人，想用这种手段勾引阿诗，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怎么觉得这位方云舒飞行员有些眼熟？史密斯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征途906是世界上最难开的飞机，这么多年只有一个人挑战成功过。你是说，那位在7年前巅峰时期宣布退役的天才飞行员，航空之王露娜？知道了，她就是航空之王露娜。露娜小姐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流出过一张公开照片，这张照片还是多年前我偷偷拍下的。你们看，这身影是不是一模一样？真的，一模一样！难道这位大夏国的方云舒就是露娜？方云舒竟然是露娜！爸爸妈妈真的是我的航空偶像露娜吗？别说，你曾经失去的一切，这次都将夺回来。方云舒小姐，您真的是7年前的航空之王露娜吗？他绝对不可能是露娜。温琳，你什么意思？这么糊的照片，连是男是女都看不出来，就敢认定方云修这种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是曾经的航空之王露娜？他也配？温玲小姐，我提醒你，这里可是全球航空演练会议，你说的每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我当然会为我说的话负责，所以我也不允许方云舒这种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敢冒充航空之王露娜。温琳，你说我冒充，证据呢？还要什么证据？你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除了会洗衣做饭还会什么？就算你7年前是飞行员又怎么样？你有飞行成绩吗？没有任何的成绩，你连冒充露娜女神的资格都没有。这大夏国的温琳说的也有道理，露娜已经退隐7年了，怎么可能凭空冒出来？是我想太多了。我早就觉得她不是。露娜女神可是征服天空的航空之王，哪是一个破家庭主妇能蹭的？就算她不是露娜，但她也确实完成了任务，飞行技术肯定是很牛的。在座的可都是各国的王牌飞行员，哪个飞行技术不牛？那女人也就是侥幸，原来是装的。方云霄，我真是看错你了。你什么本事都没有也就算了，没想到竟然都学会撒谎了。当着这么多国家代表团的面，你冒充露娜，现在被拆穿了，你也不嫌丢人？撒谎精不配做我妈妈，滚开！请你们搞清楚，我好像并没有说自己是露娜吧？是你们自我脑补，认为我是冒充的。既然如此，你们又有什么资格羞辱我？方云舒是我天光航空的顶级飞行员，不是可以让你们随意羞辱的。今天过后，在座的各位等着收律师函吧。装模作样！我已经成功完成了任务，请你宣布比赛结果。不管方云舒小姐到底是什么身份，既然她成功完成了任务，那本届全球航空演练会议的第1名就是方云舒小姐的，让我们恭喜她。她不配！你又想干什么？一个飞行造假的飞行员，凭什么拿第1名？飞行造假？对，我要举报方云舒飞行造假，成绩不实，不配拿第1名。温琳，我忍你很多次了，再敢造谣，别逼我删你。我看你是心虚。温琳，你说云舒飞行造假，拿出证据。如果你拿不出证据，空口造谣，我们天光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不觉得奇怪吗？飞行员最重要的就是实操训练，在座的各位飞行员，哪个不是天天飞个几百次，才换来现在的成就的？而他做了7年的破保姆，每天不是洗衣做饭就是伺候人，7年没摸过飞机，怎么可能突然就会开中途906？当飞机是玩具？温玲小姐说的有道理。原本我以为这女人就是侥幸会开，现在看来肯定是用了非法手段。贺总，方云舒飞行造假，你也脱不了干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记得你们天光航空最擅长的技术就是编码飞行吧？一定是你们公司联合主办方给方云舒开了后门，篡改了征途906的技术编码，所以方云舒这种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才会开征途906的。温琳，你是在质疑主办方吗？温琳，谨言慎行。
温琳小姐，我们全球航空演练会议可是全球直播，所有环节公平、公正、公开，绝对不会出现黑幕。你这话是在质疑我们的工作水平吗？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一时口快。抱歉，是温琳口不择言了，请各位主办方不要放在心上。既然不会说话，那就闭嘴。方小姐，恭喜您拿了第一，请拿好您的奖杯。等等，又怎么了？温琳，你有完没完？适可而止。阿深，方云舒根本不配拿奖杯，你相信我。文琳小姐，您又有什么疑问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参加这种国际航空赛事的飞行员必须要持有国际航空的飞行认证书才可以吧？对。既然如此，那方云舒根本没资格领奖，因为他根本没有国际航空飞行认证书。如果一个飞行员连国际航空飞行认证书都没有，那根本不配参赛，更不配拿奖，必须要取消方云舒的获奖资格，必须取消！方云舒，你连国际航空飞行认证书都没有，你也配说自己是飞行员？没有认证书就不配做飞行员。温琳，我没想到你身为飞行员竟然会这么蠢。方云舒，你再说一遍！坏女人，不许凶林哥！林哥哪句话说错了？你就是没有证书。谁说我没有？方云舒，你别装了，我是最了解你的人。你做了7年的家庭主妇，每天都围着我和晨晨转，你哪来的时间去考证书？我劝你赶紧主动放弃领奖，少丢人现眼。靳总，少丢人现眼这句话，我看应该送给你自己。看清楚了，这是我的国际航空飞行认证书。怎么可能？你一个家庭主妇哪来的认证书？方云舒竟然真的有认证书，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会不知道？我的认证书就在这里，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既然方云舒小姐拿出了认证书，又完成了本次的飞行任务，这次的第1名实至名归。不可以，她的认证书肯定是假的。方云舒，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这个认证书需要每年考取，你做了7年的家庭主妇，没碰过飞机，就你这水平，怎么可能考得过证书？我看你是故意伪造了一张假证书。假证书？方云舒，你为了能拿这个第1，还真是费尽心思。本来我对你还有几分改观，现在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方云舒，坏女人，你是疯子吗？怎么可以乱打爸爸？哥哥是爸爸先羞辱妈妈的，丑八怪，你闭嘴！靳赤山，管好你自己的嘴，再敢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可就不是被我扇1巴掌这么简单了。温琳，你给我看好了，我有国际认证书的专属章印，这个章印无法造假。你如果再敢质疑我的认证书是假，我倒是要怀疑你的认证书才是假的了。方小姐的认证书是真的，本次第1名获奖者就是方小姐。方小姐，请拿好您的奖杯，恭喜您。方云舒，恭喜你重拾自我。云舒，时隔7年重新赢得属于你的荣誉，恭喜你。看，我拿了第1。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我们去庆祝一下。云舒，你等等，我有话要跟你说。妈妈，靳总，我们已经离婚了，请你自重。我们还没有领离婚证，不算正式离婚。靳赤身，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厚脸皮？你到底想干什么？云舒，你以前为什么从来没说过你是飞行员，并且飞行技术这么好？如果我早知道你是飞行员，一定不会。你是不是想说一定不会那样对我？靳赤身，你不觉得这话很好笑吗？你不爱我，也不在乎我，你们只认为我是家庭主妇，是你和晨晨的专属保姆。就算我真的告诉你我从前是飞行员，你也不会信。你扪心自问，我说的对吗？
云舒，我承认从前对你有很多误会，也忽视了你，但现在我看到你的能力，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对待你。只要你愿意重新回到我身边，我可以破例让你加入风云，重新发展你的飞行事业。静赤深，大白天的你做什么梦呢？当着我的面挖我师母，你当我是死的？看云舒拿了航空演练会议第1名，知道了云舒的能力，开始找存在感了。你早干嘛去了？别说云舒乐不乐意去你风云，你风云根本都入不了云舒的眼。贺成风，我跟云舒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静赤深，我和你之间除了离婚，没有任何多余的事情，离我远点。靳总没听到吗？云舒说让你离他远点。阿深，云舒，恭喜你拿到了第1，以后你一定会越来越好，重新回到巅峰的。那就借师兄吉言了。师兄，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没有你的话，我可能真的没有勇气重新飞行。那边有气球城堡，我们去玩吧。妈妈，我也想玩气球城堡。去吧。云舒，你现在的事业稳步发展，但生活上一个人带星星会不会有些力不从心？真的不打算考虑一段新感情吗？师兄，我现在只想搞事业。行。云舒，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等你走出阴霾，到时候，请你看看我。阿深，对不起，这次是我太莽撞了，搞砸了会议，我真的知道错了。温林，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蠢，无凭无据的就敢质疑会议主办方，你说话之前都不过脑子的吗？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了风云？我也没想到方云舒竟然真的是飞行员，飞行技术还那么高。晨晨，林哥知道错了，你帮我给爸爸求个情好不好？林哥送你最新款的飞机模型。爸爸，你不要怪林哥了，都怪妈妈明明会开飞机，装什么家庭主妇，故意让我们出糗。晨晨，不许胡说。我记得下个月晨晨的学校要举办飞机模型比赛吧？我辅导晨晨参加，一定能让晨晨拿第1的。太好了，那个丑八怪肯定也会参加，我要拿第1跟那个丑八怪炫耀。爸爸，你和林哥陪我一起去，好不好嘛？丑八怪，哥哥，星星不是丑八怪。靳赤深，你就这么教育靳子成的，让他喊亲妹妹丑八怪？靳总真是好家教。方云舒，你都跟阿深离婚了，既然晨晨归阿深管，那阿深怎么教育孩子，轮不到你说3道4。倒是没想到贺总这么闲，放着偌大的公司不管，跟着师妹来参加他女儿的亲子比赛。现在老板都这么关心员工呢？还是说贺总只关心自己的小师妹呢？某人看来是早就找好下家了，就等着跟我离婚后无缝衔接呢。咦，出轨女！既然已经离婚了，我和师兄是什么关系都跟你们无关。就算我无缝衔接，也比某人婚内暧昧好。跟靳总帮着别的女人欺负自己的妻子比起来，我还差得远呢。我奉劝某些人造谣之前，先打量打量自己吧。云舒，我们走。这次我们一共有4位小朋友入围了决赛，分别是星星、晨晨、圆圆和壮壮。让我们掌声恭喜这4位非常棒的小朋友。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激动的时刻，4位小朋友到底谁能拿第1呢？妈妈，贺叔叔，
我的模型会拿第一吗？丑八怪，你不可能拿第一！第一肯定是我的，我的飞机模型可是林哥亲手做的。哥哥，我的模型是妈妈跟贺叔叔做的，妈妈跟贺叔叔也很厉害。某些人别觉得自己拿了个航空会议第一，就什么都拿第一了。这次的模型比赛要求可是军事级别的，不是你单纯会开2下飞机就能糊弄的。方云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没有参加过军事航空比赛吧？而我可是上届军事航空比赛第1呢，这次你绝对赢不了。听到了吗？林哥可是军事航空比赛第1名。方云舒，军事航空一直是温林的强项，你只是会开飞机，但没接触过军事航空，根本没有胜算。我看你不如带着星星直接退赛，省得一会儿晨晨拿了第一，星星胡闹，你还说我偏心。放心，我不会再说你偏心的，因为你们根本拿不了第一。方云舒，你……看来各位家长都很期待结果呢。那我们快点看一下打分情况吧。星星小朋友100分满分，那这次的航空模型比赛第1名就是星星小朋友的了，恭喜星星！这个成绩不对，第1名是我的，是我的，肯定是这个丑八怪作弊了。晋池深，你们父子俩真是如出一辙，都喜欢拿作弊污蔑人。晨晨交给你，早晚会被你教坏。这个飞机模型好眼熟，有点像露娜的风格。真的哎，可是露娜的风格独一无二，难以复刻。难道星星的妈妈是露娜？方云舒，你既会开征途906，做的航空模型也有露娜的影子，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露娜？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阿深，你怎么还不明白？她根本就不是露娜，从头到尾她都是在模仿露娜，目的不就是让别人误会吗？可惜没人信呐。她就是个喜欢装腔纵势的家庭主妇。要真是露娜，以我对她的了解，她早就昭告天下了，怎么可能会隐藏身份？原来是模仿啊，我还以为真的是露娜呢。也对，假的永远是假的，就算再苦心积虑的模仿，也永远变不成真的。到现在我终于确定，这些年我真的爱错了人。我原以为经过上次，你多少会有些改变，对我有点改观。现在看来是我高估你的人品了。你跟温林真是蛇鼠一窝，跟你离婚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蠢货！阿深，怎么了？我收到一个好消息。我收到了金飞奖的邀请函，我们风云集团也在受邀行列。阿深，这可是目前影响力最大的航空颁奖典礼。太好了！如果能获得金飞奖，我们风云在航空业也可以更上一层楼。温林，你做得很好。你想以露娜的身份做金飞奖颁奖嘉宾的事情，我已经跟主办方沟通好了。师兄，谢谢你。云舒，你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再跟晋池深这些人扯上关系的。如果他知道了你是露娜，只会对你更加纠缠不清。他们总嫌弃我是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即使我成了飞行员，依旧看不起我。可如果我先是露娜，再是方云舒呢？露娜这个名字在他们心中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如果他们看到曾经的家庭主妇转眼变成他们高攀不起的航空之王，会不会后悔曾经对我所做的一切？云舒，师兄，我就是要让他后悔。我还要把我失去的所有东西都从温林那里夺回来。当然，晋池深那个狗东西就不要了。好，云舒，你尽管做你想做的，我永远在你身边无条件支持你。师兄你……云舒，我一直等你。金总，
好久不见，温琳小姐也越来越漂亮了。我记得温琳小姐刚拿了航空比赛第2名的好成绩吧？恭喜恭喜！你们发现没？靳总的女伴永远是温琳小姐，一个是风云航空的 CEO， 一个是王牌飞行员，站在一起也是金童玉女，郎才女貌。各位过奖了，我跟阿深只是……我已经结婚了，各位以后还是少说这些话。靳总这么年轻，竟然已经结婚了，但也已经离婚了。这个女人是谁？长得好漂亮。今晚是航空颁奖礼，难道这位美女也是飞行员？方云舒竟然这么漂亮，这么多年我居然都没有发现。妈妈好漂亮！方云舒，你这个贱人，竟然敢不择手段的勾引阿深，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她确实是飞行员，但也是阿深的家庭主妇前妻。什么？这位美女竟然是靳总的前妻？没想到贺总也来参加金飞奖典礼了。可我记得金飞奖的贵宾名单上没有天光航空吧？也不知道贺总是从哪儿蹭进来的。方云舒，你如果想来颁奖典礼，可以跟我说，不用跟着贺成风做蹭典礼这种掉价的事。连颁奖典礼都要蹭，果然妈妈离开了爸爸就是个废物。蹭典礼，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你什么意思？贺总，您可算来了。这不是金飞奖的主办方周勇吗？我听说他本人非常神秘，从不轻易露面，怎么出现了？多谢贺总大力支持，全权注资，本届的金飞奖才能办得如此风光盛大。你是注资方？周总不用客气，我做这些也是为了我们的航空事业能有更好的发展。只不过刚才某些人对我们有些误会，觉得我们是来蹭典礼。胡说八道！贺总可是我们金飞奖的贵宾，我现在就派人把那些多嘴的人赶出去。不用麻烦周总了，这么重要的典礼，不好闹得不愉快。这位美女应该就是周总，颁奖典礼快开始了，我们不如先入座吧。好，贺总这边请。欢迎各位莅临本届金飞奖航空颁奖奖礼。本次共有4家航空公司入围，分别是星芒航空、浩瀚航空、苍穹航空与风云航空。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结果了，但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邀请了露娜女神作为颁奖嘉宾。什么？露娜？金飞奖竟然邀请来了航空之王露娜！我的天，我可是露娜女神的忠实粉丝，今天终于有幸能看一眼露娜女神的真面目了。爸爸，你听到了吗？一会儿我就能看到我偶像露娜啦！露娜阿姨马上要登场了，妈妈这个冒牌货也不知道找个地缝钻进去，丢人！阿深，这次的大奖一定是我们的，我们不如趁机把露娜招揽进我们公司，这样我们风云就能稳坐国内第一了。你和我的想法一样，这次务必要说服露娜。获奖名单就在我手上，接下来我宣布。方云舒怎么突然走了？他要去哪儿？靳赤深只能是我的，只有我才配待在他身边。阿深，你在看什么？马上要宣布获奖结果了。我宣布本届金飞奖得主是风云航空，恭喜他们！请靳总说一下获奖感言。
很荣幸我们风云可以获得金飞奖，能拿到这个奖项离不开温林的帮助与付出，他是我最得力的工作伙伴。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阿申对我都很好，能帮到他我也很高兴。以后我会和阿申一起壮大祖国的飞行事业。靳总和温林这一番话，知道的是获奖感应，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官宣现场呢。你们说，靳总和他老婆离婚，会不会跟温林有关？温林一口一个阿申，这是员工对老板的态度吗？不觉得他俩有点太暧昧了吗？可不嘛，刚才我差点以为他俩是一对儿呢。要真是上下五关系，能这么没有边界感吗？各位误会了，阿申会离婚都是因为老婆以前是个家庭主妇，在工作上不能帮他，配不上他。为了能有更好的发展，阿申才跟他离婚的。我和温林之间清清白白，除了上下属之外没有任何关系，请各位不要乱说。结婚7年，为了其他女人频频羞辱自己的合法妻子，靳总可真是好男人。靳诗诗，我很期待当你看到我以露娜的身份出场时，你会是什么反应？请大家安静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的露娜女神上台为靳总颁奖。大家好，我是露娜。露娜女神长得也太漂亮了，你们没看出来吗？露娜女神就是靳总的前妻。前妻？靳诗诗是不是傻？帮着航空之王露娜不要，去找一个破小三？方云舒，你冒充露娜一次不够，还敢冒充第2次？谁给你的胆子？不是，怎么又变成冒充了？方云舒是阿申的前妻没错，但他根本不是真正的露娜，他就是一个冒牌货，喜欢冒充露娜。没想到你装露娜还装上瘾了。方云舒，一直被拆穿，你不觉得丢脸吗？还是说，你根本就不要脸？坏女人，谁允许你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冒充我女神的？你给我滚下去！方云舒，你够了，不要再拿你这些不入流的手段当跳梁小丑了。靳池深，说你蠢货都算夸你了，我看你是根本没长脑子。你再说一遍！你们说我冒充露娜，可如果我有这个呢？这是露娜女神的专属戒指，全世界独一无二。这个戒指有专利，全世界只有这一枚，她就是露娜女神。方云舒是露娜。方云舒，你怎么可能是露娜？你也配？我不配谁配？你吗？温林，你费尽心机的嘲讽我、羞辱我，不就是觉得你自己高我一等吗？但从一开始你就输给我了。那靳总呢？要不要再发表一下获奖感言？云舒，你是露娜，这么重要的身份，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我爱你，因为我想跟你过平淡但幸福的日子。可我没想到，隐瞒身份倒是让我看清了你的为人，也算因祸得福了。方云舒，对不起，如果你告诉我你是露娜，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幸福，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靳池深，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你其实都不会爱我，或者说你不会爱任何人。你爱的是权势、利益，谁能给你带来利益，你就会对谁好，无论这个人是露娜还是温林。靳池深，从头到尾你都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商人。云舒，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求你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好好爱你。这句话我等了7年，靳池深，跟你结婚的这7年，我已经数不清自己曾祈祷过多少次希望你爱我，可一次都没有实现。现在我不想要你的爱太廉价。哎呦，没想到大半夜的还有这么漂亮的小妞。你们要干什么？当然是。放开我！不要碰我！
打老子！趁我动手之前，我劝你们赶紧滚！可恶，在老子的地盘还敢这么横！兄弟们，都给我上，打死这个龟孙子！没事。等等，还有事吗？请问我可以加你一个联系方式吗？我想感谢你。不用客气，举手之劳。剑池山，靳总你好，我叫娜娜，身高168，体重45公斤。抱歉，下一个。竟然是靳池山，他这是在相亲吗？靳总，人家叫丽丽，身材很好哦。下一个。靳总，人家为了能配得上你，特意去泰国深造了一番呢。滚！景赤山，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今天你必须给我找个女人结婚。靳赤山，我们结婚吧。靳赤山，反正你也需要一个女人结婚，不如你就选我吧。我需要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婚后可以在家里相夫教子，操持内务，不需要出门工作。你如果能同意我的要求，我们就结婚。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收到我最心仪的劳烦？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我愿意，靳赤山，我愿意。麻烦新郎挨新娘近一点，你们拍的是婚纱照，不是个人照。这男的怎么回事？都拍婚纱照了还冷着张脸，一点都不爱新娘。他就是这种性格，没事，我们就这样拍吧。用力，用力！不好了，产妇大出血，需要转剖腹产。去联系家属，签手术同意书。产妇是一个人来生产的，没有家属陪同。那就派人打电话。喂，你好，有什么事？你好，请问你是方云舒产妇的家属吗？她现在大出血，急需剖腹产，请你过来签一下手术同意书。阿深，马上就要到我比赛了，我好紧张啊！不用紧张，我相信你。我没空，让他自己解决。他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对不起，云舒，对不起，对不起。阿深，怕不爱睡不着。云舒，你回来了。阿深，是我，温琳。谁让你进来的？出去。阿深，我只是想安慰你一下，方云舒那个女人不知好歹，你千万……出去，别让我说第3遍。晨晨在玩飞机模型啊，林哥陪你一起玩好不好？方云舒，都是你害的我，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妈妈，我去玩气球城堡啦。去吧，小心点。
云舒，算了，云舒现在肯定不想搭理我，还是之后再另找机会吧。机会来了。走，带星星去医院。妈妈，晨晨，妈妈，我脚疼。方云舒，你也太没良心了吧！就算你和阿深离婚了，但晨晨是你亲儿子，你怎么能不管他呢？你怎么做母亲的？就算离婚了也不能孩子吧？你这是弃养！这女人不会是跟她旁边那个男人勾搭在一起，所以才离婚的吧？咦，真不检点。这女人跟阿深离婚后，就因为小孩子吵闹了2句，她就不要儿子了，觉得儿子对她不好。你们说说看，哪有这么做母亲的？晨晨，阿姨最喜欢你了，阿姨要你，我带你去医院。我要妈妈，我只要妈妈。她不要你。方云舒，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温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耍了什么手段。要是星星和晨晨有一点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2个孩子都没什么大碍，好好休养就行。好的，好的，谢谢医生。云舒，我明明是晨晨的母亲，却还是没有照顾好他。这跟你没关系。靳池深自己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留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在那儿。哟，大忙人靳总终于舍得出现了。云舒，既然你来了，你守着晨晨吧，我先走了。云舒，我有话跟你说。说话就说话，少动手动脚的。师兄，你先出去吧，我和他聊聊。行，那我就在外面，有事你就叫我。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云舒，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不离婚好不好？没想到高高在上的靳总也会有这么低声下气求人的一天。再给你一次机会，靳池深，你觉得你配吗？云舒，你总得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吧。只要你不离婚，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你能要点脸？不要，要了你就跟我离婚了。不要，我也会跟你离婚。我们的离婚冷静期马上结束了，下周1民政局见。你要是敢不来，你给我等着。爸爸，别抓头发了，你就算把自己抓秃，妈妈也不会原谅你的。靳池深，我给你5秒钟时间，快点给我过来！云舒，我们是领离婚证，不是结婚证，干嘛这么着急嘛？就是因为要领离婚证，所以才着急。当初我就是脑子抽了，才会二话不说跟你去领结婚证的。啊！磨磨蹭蹭什么呢？快点走！跟我离婚就这么高兴？当然高兴，我普天同庆，恨不得立刻开香槟庆祝。云舒，离婚证办好了吧？上车。再也不见。师兄，今天什么日子？你怎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当然是庆祝你离婚，彻底脱离苦海啊！妈妈，你终于回来啦，星星好想你。妈妈也好想星星。方云舒，我们喝一杯，苦日子都过去了，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孩子的。谢谢师兄。对了，云舒，下个月是1年1度的国际飞行员技能比赛，所有在役飞行员都要参加的，我们多做点准备，争取再捧一个冠军奖杯回来，对你以后的职业生涯也有很大的帮助。师兄，
当我开始重新飞行的那一刻起，所有的冠军奖杯都会是我的。怎么一股糊味？是什么东西糊了吗？是我煲的汤。师兄，我帮你。云舒，你从上面的橱柜中拿3个碗出来。小心！云舒，妈妈，贺叔叔，你们在干什么呀？没什么。欣欣找妈妈有什么事儿吗？妈妈，我想吃奶酪棒，但我找不到。妈妈给你拿，走，我们先出去。云舒，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干什么呢？赶紧吃饭。妈妈不在，吃饭都不香了。爸爸，我想妈妈了。我也想。都怪爸爸没用，让妈妈伤心，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不会的，儿子，你放心，爸爸一定会重新把妈妈追回来的。爸爸，你加油！这么晚了，谁会来？阿深，疯了吗？阿深，我的手好痛。活该。阿深，你能帮我上药吗？我一只手不方便。不能。温玲阿姨，建议你快点上药，不然你的手就肿成大猪蹄子了。阿深，你干嘛离我那么远嘛？说话都不方便。那你就别说。阿深，你这是干嘛？我今天来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的。有事快说。下个月是1年1度的国际飞行员技能比赛，所有在役飞行员都要参加。阿深，往年都是你陪我一起的，今年你也会陪我的，对不对？不去。既然是在役飞行员，那方云舒应该也会参加，肯定是贺总陪着他。爸爸妈妈也会去，那我们也去。妈妈参加比赛肯定要爸爸陪着，才不要那个贺叔叔呢。说的没错，爸爸带你一起去。方云霄，你这个贱人，都离婚了还敢勾引阿深，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我上次听说靳总离婚了，现在这么一看，不会是又和温琳在一起了吧？靳池深这种狗男人，放着露娜女神不要，去找小三，渣男贱女，赶紧锁死吧！不是说云舒也会来参加吗？怎么没看到他？是露娜女神来了，她和天光航空的贺总一起来的。贺总跟露娜女神好般配啊！一个是航空公司总裁，一个是航空女王，听说2人还是同门师兄妹，这么浪漫，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露娜女神也参加这次的国际飞行员技能比赛，看来今年的第1名肯定非露娜女神莫属了。妈妈穿飞行服好漂亮啊！爸爸，你带我去找妈妈好不好？我想妈妈了。走。云舒，滚！干嘛那么凶嘛？靳总，你要点脸吧。既然云舒已经跟你离婚了，就别上赶着找存在感。我和云舒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离婚了，我和你之间也没有别的事情。妈妈，晨晨乖，以后你和爸爸一起生活，妈妈有时间会去看你的。方云舒，你够了！晨晨还是个孩子的，你不要他就算了，干嘛还要戳他心窝子？你这样会影响小孩的身心健康发展的。像你这种吃着碗里的，占着锅里的，
根本不配得到阿深的爱。我也不稀罕啊，那么廉价的爱，你喜欢就送你了。风云舒，文林，你给我闭嘴！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说云舒一句坏话，亲自解决你。温林，看来你连廉价的爱都不配拥有，真是可恶。我劝某些人还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吧，免得最后一无所有，又开始后。本届国际飞行员技能比赛正式开始，欢迎各位的到来。本届国际飞行员技能比赛分为2部分：一、理论检验；二、实操检验。2部分均取得第1名的选手，便是本届国际飞行员技能比赛的冠军。这次我一定要拿到第1，让方云舒这个贱人再也爬不起来。理论检验开始，请各位选手上台。我这里有5道题目，抢答成功者加1分，最后谁的分数最高，谁就是理论检验第1名。各位请准备好，第1题：以下哪种气象条件对飞机起降安全威胁最大？选 C。回答正确。第2题：全球定位系统 GPS 的导航原理基于什么？我选 B。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方云舒，你的航空女王身份也不过如此，是吗？那我期待你之后能一直这么努力。女神今天是状态不好吗？一道题都没回答上。胡说八道！我女神肯定是在隐藏实力，等一会儿她发挥出真正的实力后，肯定吓死。我们还有3道题，剩下的选手要加油喽。第3题，2年前风云818失火事件成了热点话题。说了也巧，当时的飞行机长还是我们的温玲小姐呢。这道题就是请各位回答一下当初失火事件发生后完整的飞机迫降工作流程。温玲可是当事人，这道题都算她的送分题了。看来这次露娜女神无缘第1名了。那可未必，没准当年的事情另有隐情。贺成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温林，怎么这道题你不抢答了呢？你可是当初风云818的机长，重新回答一下当年的迫降流程很难吗？还是说你根本回答不上来？我可是机长，怎么可能回答不上来？只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我需要回想一下。才过去2年就算久吗？况且当初新闻闹得那么大，应该很难忘记吧？我看没准是你根本不知道呢。我可是机长，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少在这污蔑我！那你就说，阿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温玲，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温玲看样子是真的说不上来，他是机长，怎么会说不上来呢？这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当初的迫降工作根本就不是他进行的，他一直冒领了别人的荣誉？我靠，不会吧？温玲就是因为当初完美解决了飞机失火事故，才被众人熟知的，要不然谁知道？都给我闭嘴！大家安静一下，我们再给温玲小姐一点时间。不用给了，就算给她1辈子的时间，这道题她也答不上来。为什么？这个问题我待会儿回答，现在我要抢答这道题。以上就是我对于迫降流程问题所有的回答。方云舒，你怎么知道答案的？因为2年前的迫降工作是我完成的。你是当初戴帽子的那个女人，我还以为你享受了这么多年的荣誉，早就把自己骗进去了，看样子还没忘。对，是我。我靠，大新闻啊！原来温玲就是个冒牌货，当初的失火事件是女神解决的，女神好牛！我就说了，我女神是在隐藏实力，拿出真正的实力，肯定吓死你们。看温玲的模样，真丢人。原来妈妈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可是云舒，这点我是还不相信的。你一直以为的王牌飞行员温玲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子，他把本该属于云舒的一切都抢走，而你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抢了我的荣誉，心安理得的享受了2年，现在真相被揭开，温玲，你不应该对我说点什么吗？不可能，你绝对不可能是当年那个人！
跟你说话简直拉低我的智商。你说你是当年那个女人，那你拿出证据，拿不出证据你就是冒牌货。够了，温玲，我忍你很久了，我劝你别再惹我，不然我保证你下场会比现在还惨。各位都冷静一下，这件事情我们之后再说。现在我宣布，这道题的由方云舒小姐抢答成功。接下来还有2道题呢，大家可以继续努力，接续努力。方云舒，你少得意，我绝对不会让你拿到冠军的，你给我等着！我们的理论检验就结束了，恭喜方云舒小姐拿到第1名的好成绩。接下来的实操检验，各位都要继续加油。别紧张，师兄等着你拿冠军。放心吧，师兄，我一定会拿冠军的。我说过的，我要征服天空。云舒，你怎么样？云舒，你怎么了？别碰他。为了不让我继续参加比赛，温玲还真是费尽心思。云舒，你腹部还有当初剖腹产的旧伤，要不我们还是先去医院吧。我可以坚持的。既然费尽心机害我，就是为了让我退赛，那我也不能让他如愿。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我们的实操检验马上开始。任务很简单，在规定时间内，谁能先完成安全起降环节，谁就是第1名。方云舒，你个贱人，都这样了，我就不信你还能拿第1。实操检验正式开始。竟然是温玲先启动飞机的，不会要拿第1了吧？你想多了，这才刚开始，指不定一会儿有什么意外呢。怎么回事？怎么停了？你看吧，我都说了会出意外的。我女神已经开始起飞了，还得是我女神最棒！方云舒，再坚持一下，绝对不能现在倒下。最先完成任务的是我们的露娜女神，我们露娜女神永远延续不败神话。云舒，病人的剖腹产伤口这么多年都没好，是绝对不可以遭受撞击的。你们是怎么照顾人的？差点害死他，知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多谢医生。还不走？是等着我赶你走吗？云舒还没醒，我不能走。金之神，你到底有什么脸站在这儿？云舒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你还想继续害他吗？我没有，我怎么可能会害云舒？我只是想跟他道个歉。道歉？就你这种廉价的道歉，云舒不需要。7年前，他放弃大好的前途和你结婚，跟我说他一定会幸福，我也相信了。7年后，我再次见到他，他抱着发烧的星星落魄的在路边淋雨，他肚子上的剖腹产伤口整整6年都没好。金池神，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吗？曾经那么明媚自信的女孩和你在一起7年，被搓磨的不成样子，你觉得是一句道歉就能弥补的吗？对不起，你根本不配得到云舒的爱，你欠他的永远都还不清。滚，照顾好他。阿深，方云舒那个贱女人！温玲，我没找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方云舒的？阿锦，放开我！阿锦，阿锦，我只是想帮你。帮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从现在起，
你被风云航空开除了，以后能滚多远给我滚多远。阿山，我知道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都听你的。你没有机会了，文玲。我告诉你，你若是再敢动方云舒一根毫毛，我会让你全都还回来的。金池山，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方云舒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以为你能脱得了干系吗？你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对，我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欠他的我都会赎罪的。金池山，你敢抛弃我，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云舒，你终于醒来了，你吓死我了，感觉怎么样？我没事。妈妈，你还疼不疼？妈妈不疼了，星星真乖。云舒，晨晨在门口站了一下午了，一直守着你，要不要让他进来？什么？晨晨，晨晨，进去吧，你妈妈叫你呢。站那么远干什么？晨晨不想妈妈吗？对不起，妈妈，是晨晨错了，是晨晨伤妈妈的心了。晨晨知错就改，妈妈不怪晨晨了。肯定喜欢妈妈吗？晨晨永远都是妈妈的好宝宝。哥哥哭成小花猫了，羞羞。来，我们喝一杯，庆祝云舒终于出院了。可不嘛，在医院住了1周，无聊死了。还是家里舒服。这么晚了，谁会来？方云舒，儿子，爸爸来带你蹭饭，一会儿见到妈妈后一定要好好表现，这样咱俩都能蹭上饭。爸爸，你别做梦了，就算你把自己打扮成花，妈妈都不会让你进门的，妈妈只会让我进门吃饭。这么凶，妈妈更不会让你进门了。我不信，云舒肯定舍不得让我流落街头的。方云舒，你好。晨晨，你怎么来了？妈妈，我是来蹭饭的，可以吗？当然可以，快进来。这男的不会是变态吧？好吓人啊！不是变态就是神经病，我们快点走。我不是变态，也不是神经病，我只是被老婆关门外了。金池山，你欠他的永远都还不起。云舒，是我没用，我和你的缘分大概就到这儿了。算了，既然没机会跟你做夫妻了，那就默默守着他吧。云舒，以前是你爱我，以后换我来爱你。从前我亏欠你的一切，我会用余生来偿还，直到你原谅我。
晋池深啊，晋池深，真没想到你竟然也是个情种。可惜你没那命做情种。你和方玉修，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晋池深，你去死吧！云舒肯定不想看见我还是走了，省得惹得他心烦。晋池深，利用完我就抛弃我，像你这样的人死了才是最好的。医生，晋池深他怎么样？有没有事？你们是他家属吧？他失血过多，急需输血，但他 A 型血，我们医院血库告急。我也是 A 型血，抽我的。云舒，你刚出院，不适合输血，我来吧。我也是 A 型血，我给晋池深输血。行，快点跟我来。好了，师兄，好吗？就扎了一针嘛，我一个大男人没那么矫情。对不起，师兄。虽然我不想和他再有任何瓜葛，但他是星星和晨晨的亲生父亲，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我不能让星星和晨晨失去父亲。师兄，算我欠你一次。云舒，不要这么说，你不欠我的。云舒，你的所有愿望，我都会为你实现。云舒，你不要有压力，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师兄，其实我对你的心意已经很显而易见了吧？如果对你造成了困扰，我向你道歉。云舒，感情确实需要深思熟虑，所以我不会逼你，我们依旧像现在这样就好，直到听到你的回答。医生，他怎么样了？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好好休息就行。谢谢医生。师兄，谢谢你。何长风，你……云舒带着星星和晨晨去吃饭了，怕你死了，留我在这看着你。谢谢，不稀罕。你救了我，我跟你说声谢谢不是应该的吗？你怎么知道是我救的你？云舒刚出院，你肯定舍不得让他给我输血，也不能眼睁睁的看我死，只能你给我输血了。何成风，谢谢你愿意贩血救我。我那都是看在云舒的面子上，你少自恋。何成风，你喜欢云舒对吧？很明显吗？超级明显的好吗？啊，你喜欢方云舒这几个大字都快写你脸上了，想不让人看出来都难。对，我喜欢云舒，整整10年，不过没你那么好命，先跟他做了夫妻。我算什么好命？我是一手好牌被自己打得稀巴烂，明明成为了夫妻，却被我自己亲手弄丢了这段缘分。现在想想，我真是蠢。你终于有点自知之明了。何成风，我没那福分了。我知道云舒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我也不求云舒原谅了。如果真的被原谅了，我恐怕会更加愧疚难受。但我希望他往后不是一个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以后你可以陪在他身边，好好照顾他。虽然他很独立，不需要男人，
但身边总归能有一个人保护他的安全是更好的。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知道你永远不会伤害他的，所以把他交给你，我放心。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你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用不着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我和云舒之间的事就不劳你操心了。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脆皮的要死。云舒回来了，我先走了，祝你早日康复。师兄，云舒，祝你以后平安喜乐，前途似锦。两个小孩累不累？不累。师兄，你吃饭了吗？还没，在等你回来。晋池镇这边我请了护工，走吧，我们回家吃饭。云舒，爸爸，你别看了，妈妈没来。好吧。妈妈下个月有个比赛，好像是要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段时间都在忙着比赛的事情。爸爸知道了，你妈妈这么棒，一定可以成功的。我也觉得，妈妈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听说露娜女神这次要冲击吉尼斯世界飞行纪录，你们说能成功吗？当然可以了，她可是航空女王露娜，哎，是要征服天空的。如果这次露娜女神能挑战成功吉尼斯世界纪录，她真的就是飞行界的无冕之王了。云舒，你来干什么？又来贬低我的？云舒，我不会的。我知道你要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我是带晨晨过来给你加油的。都怪爸爸前测太严重。那就谢谢你了。欢迎各位莅临吉尼斯世界纪录比赛现场。相信大家都知道，本次要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是谁了吧？露娜女神。没错，就是我们的露娜女神。现在有请露娜上台。露娜女神，此次有没有信心冲刺成功？当然有。从我选择做飞行员的那一刻起，我的目标就是征服天空，成为天空的无冕之王，所以我一定会成功。明白。那我在这里就提前预祝露娜女神了。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只要理论题目和实操题目都挑战成功，便可拥有吉尼斯官方认定证书。露娜，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方云舒，你一定会成功的。比赛正式开始，请露娜女神开始作答。妈妈好美，妈妈在发光。是我没有见过的意气风发的方云秀。我们露娜女神毫不犹豫地点了确认键，看来是十分的有把握。那么让我们看看最终的结果是挑战成功，100%的正确答案，没有一道题出错。不愧是我们的航空女王露娜女神，一道题都没错，太牛了！一会儿还有实操挑战呢，你们觉得女神能成功吗？我听说实操挑战特别难，以前那些挑战者都是折在了这上面。我觉得够呛。那你就出去，少在这说风凉话。我女神最棒，肯定能挑战成功。接下来是我们的实操挑战，任务很简单，就是开着雄鹰 N1号战斗机升到10000米高空。雄鹰 N1号，那可是我们国家第一批投入使用的战斗机，驾驶难度非常高，没有经过特殊训练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雄鹰 N1号。云舒，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设计的雄鹰 N1号战斗机获得了航空奖，还是第1名。军事航空部已经决定制造使用了。太好了，师兄，你等着瞧吧，我一定会征服天空的。
云舒，你曾经付出的一切，都会以另一种形式的荣耀归还给你。晋池深，你觉得云舒能挑战成功吗？当然可以，云舒无所不能。这还差不多。雄鹰 N1号可是我最得意的赉品，我一切的荣耀都是由它开始的。这次，我们并肩作战。我们的露娜女神已经成功将飞机开到了10000米高空，只要她接下来能平安降落，就挑战成功了。露娜女神成功了，她挑战成功了！妈妈呀，我女神真的成为了无冕之王，太幸福了！妈妈好棒，妈妈是真正的航空女王，妈妈超级棒，星星最喜欢妈妈啦！让我们恭喜方云舒，请云舒说一下获奖感言吧。你可是世界上第一个挑战成功的飞行员。很久之前有个人对我说：“云舒，你是天生翱翔的雄鹰，整个天空都是你的舞台。”所以从我做飞行员的那一刻起，我的目标就是彻底征服天空。如今我做到了。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有拥有也有失去。可不管发生什么，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始终坚定地站在我身边。他说他会替我实现所有的梦想，而我也知道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看到我站上最高的领奖台。这次我终于可以大声地告诉他，我做到了。我的云舒，你做得很好。妈妈好棒，妈妈是最棒的，晨晨最喜欢妈妈了。云舒，恭喜你成为飞行界的无冕之王。谢谢。庆功宴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走，我们回去庆祝。晋池深，你站那儿干嘛？我的庆功宴你不来吗？我也可以参加吗？当然，我看起来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没有没有，我这就来。方云舒，今天我会让你的庆功宴变成杀青宴。妈妈再见，我们下次见。妈妈一定要记得想我。妈妈会每天都想你的，回去要听爸爸的话哦。云舒，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当然可以。你要跟我说什么？云舒，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了。祝你永远开心，事事如愿，前途似锦。谢谢，我会的。晋池深，我不会恨你了，但也不会爱你了。希望你以后也可以好好生活。方云舒，你去死吧！晋池深，啥事儿？放开我！方云舒，你该死！你怎么不去死？文林，你是疯了吗？你这是犯罪！我就是疯了！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文玲，我从来没害过你，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方云舒，你这个贱人，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我变成现在的这样都是你害的！你害得我一无所有！你这是自作自受。关云舒什么事？如果没有这个贱人，晋池深最在乎的还是我，我们还是好好的。就因为他，晋池深把我从公司开除，让我再也做不了飞行员。我现在失去了一切，方云霄，你满意了吧？方云舒，我到底哪点不如你？我也是名校毕业，有数不清的荣誉，是所有人眼中的天才飞行员。可凭什么和晋池深结婚的是你？就算离婚了，也能轻而易举的再次博得他的关注。而我呢？为了他付出了一切，到头来就轻飘飘的换来一句自作自受，凭什么？这对我不公平！那对我就公平了吗？晋池深为了你伤害了我7年，我的7年就不算数吗？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公平可言，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了。温林，
是你自欺欺人太久，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落得现在这个下场，又怪得了谁？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温林，有什么话你留着去跟警察说吧。方云舒，你赢了，从头到尾你都赢了，你很得意吧？赢了你，有什么好得意的？温林，你活该。是，我的确活该，但你们也别想好过！我诅咒你和景池生都下地狱！你先祈祷你自己吧。快送医院！医生，我求你一定要救救他，求你！我们会尽力的，请耐心等待。云舒，你没事吧？怎么会这样？师兄，你知道吗？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他以后可以好好生活。我没想到他会替我挡刀。他不想你受伤，也算是一种弥补吧。事已至此，先等手术结束吧。医生，季池生怎么样了？情况不算好，伤中了要害，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不知道何时才能醒来。只能说还活着都算是奇迹了，剩下的看他造化吧。云舒，你们家属最好准备吧。师兄，你说这算不算造化弄人？我和他结婚7年，婚姻不幸，离婚后他就开始爱我了，好不容易说开了，以后各自好好生活，他却又救了我一命，变成我欠他的了。季池生，你这个男人真是可恶！老天爷，你还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师兄，你来了。今天怎么样？还是老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我联系了国外的相关专家，给金池生会诊，相信一定会有奇迹发生的。我熬了点汤，你喝点，不然不眠不休的守着金池生，你身体扛不住的。云舒，谈谈我们的事情吧。云舒，我想跟你表白。师兄，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考虑这些事情，但我怕以后我就没机会说了。说实话，金池生现在这样，对我有很强的危机感。云舒，我们认识了10年，我喜欢了你10年。当初你说想成为航空女王，我便没有告白，想等你实现了你的梦想后再说的。可我没想到，你转身嫁给了金池生。不过现在也不算晚。方云舒，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我自己。我叫贺成风，今年30岁，天光航空现任总裁，是你的同门师兄，喜欢了整整10年，以后也会继续喜欢下去的。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师兄你好，我是你的小师妹，我叫方云舒。你好，我叫贺成风。师兄，你等着瞧吧，我一定会征服天空的。我相信你，我等你实现梦想，然后换我来实现我的梦想。师兄，我要结婚了。云舒，祝你幸福。你幸福，我也会幸福的。云舒，你别哭啊，你一哭我心都碎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世界上竟有一个人10年如一日的这么爱着我。因为你值得。贺成风，你喜欢我什么？我们认识10年，我还是第一次听你叫我贺成风。贺成风，不许转移话题，快点从实捎来。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值得你喜欢我10年？我有这么大魅力吗？你有，云舒，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方云舒。我喜欢你的善良，你的意气风发，
你身上的韧劲儿，你为了梦想拼搏一切的冲劲儿。但我最喜欢的是你每每笑起来那明媚的笑容。我还没说完呢，我还喜欢你。贺成风，你不许再说了。云舒，你脸怎么这么红？夸你就害羞成这样吗？本来我也有个秘密要告诉你的，但是你逗我，我生气了，不说了。什么秘密？就不告诉你。是我嘴碎，把我家云舒调侃的生气了，我道歉。对不起，云舒，原谅我好不好？那行吧，那就原谅你了。那可以告诉我你的秘密了吗？是关于你的秘密。我能有什么秘密？贺成风，你是不是笨蛋？刚才你叽里吧啦的说了那么多，难道就不想知道我的答案吗？当然想知道你的答案，我想了10年。那你准备好听我的回答了吗？云舒，你……贺成风，现在请你认真的听好了，我迟到10年的答案。贺成风，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没有10年那么久，但我会用未来的很多个10年继续喜欢你。贺成风，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一起书写属于我们的篇章？我愿意。贺成风，恭喜你10年美梦成真。云舒，靳时深，你醒了。